大家好，我是顾明明，又见面了。上一期讲了几种可以工作在3马赫以上的引擎设计，以及如何把不同类型的引擎拼起来扩大速度范围。不过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在压缩和排气上做文章，燃烧室的部分并没有变化，都是把燃料和空气混合点燃。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很容易想到的就是电动嘛，和车的趋势一样。注意，这里想讨论的不是用电机驱动螺旋桨来提供动力，那样虽然纯电，但仍然会有现在的螺旋桨飞机速度慢和高度低的缺点，没有办法取代喷气飞机。NASA 的实验机 X57 就是这样，在机翼上安装14个电机驱动的螺旋桨，巡航速度不到300公里每小时，实在很慢。另一个就更糟了，来自于德国的一个初创公司叫做 Lilium Jet， 他们号称把涡喷的燃烧室和涡轮换成电机，用电机驱动压缩机，得到电动喷气引擎。然而这个引擎里根本没有喷气引擎需要有的加热、膨胀、喷气部分，本质上只是一个涵道风扇，这跟真的喷气引擎效率差得太远了，甚至不如 MotorJet。 这么低的效率只能造成用电动反而更不环保，这只是在诈骗。本期探讨的设计仍然会是在成熟的引擎框架里，仍然是压缩、加热、排气3个阶段，只是把加热换成不烧燃料的方式。这样的设计可以继承现有引擎的各种设计、配置和优点。在进入电动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早期的一个不用燃烧进行加热的思路。之前的视频强调过一件事情，加热的部分本质是提高流入气体的温度，但提高的方式并没有限制。如果有一个能量来源可以长时间提供较高的温度，就可以用在这里。想到什么没有核反应堆。在50年代，核能源和喷气引擎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美国和苏联同时想到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制造核动力喷气飞机。这样的飞机可以有近乎无限长的续航距离，很高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用核反应堆工作时候发出来的热量来加热从压缩机流入的空气，这样一来并不需要燃烧也能起到一样的加热效果。对于核反应堆，辐射是个大问题，不但需要屏蔽对机组人员和机载系统的辐射，还需要防止辐射物随着喷出的气体进入大气。这种引擎的热交换有2种设计，直接空气循环和间接空气循环。直接空气循环的气流经过压缩机后，通过管道引导到核反应堆中，加热后返回引擎，喷向涡轮。这个设计简单，重量轻，热交换效率高，但气流直接通过核反应堆会带上一定的辐射物，并伴随着排气的过程散发到大气。间接空气循环则多了一个液冷的循环管道，这个管道里充满了水或液态金属作为冷却液，冷却液流过核反应堆的散热片，把热量带走，流到引擎用于加热来自压缩机的空气。这种设计多了循环管道和冷却液，多次热交换降低了效率，但散发出的辐射物远远少于直接传导。在50、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 MB36H 和苏联的 95LAL 都是用于核动力飞机的实验，但都没有用核反应堆来提供动力，只是测试了对机组人员和机载系统的屏蔽效果。两者都是用直接空气循环。MB36H 有4个核动力的涡喷。苏联出于对螺旋桨的执着，图95LAL 用的是4个核动力的涡桨。此外，60年代还有美国的冥王星项目，用于巡航导弹的核动力冲压引擎。后来随着洲际导弹的发展，这些都不再有意义，就都取消了。然而在2018年，俄罗斯宣布了一个核动力核巡航导弹雨燕 9M730，有近乎无限长的续航时间。至于如何解决直接空气循环的排气辐射呢？答案是不解决。实验是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北极小岛做的，一边飞一边喷着辐射物。如果不用核动力，如何用电来做喷气引擎呢？提到电，不要只记得它能驱动电机旋转，它还能用来加热。电炉和热得快都用过吧？那就是用电来加热的。第一种曾经出现的设计就这么简单，在燃烧室里放一堆热得快，通过电阻把电能转成热能，这样的设计称为 resistor jet。 但是如果要达到烧燃料的温度，电阻就得产生非常高的温度，没有材料可以承受。
再加上热交换效率很低，这样的引擎推力很小。既然是受限于材料，那有没有可能不通过电阻来进行加热呢？大家都见过闪电，云层和地面之间的高电压击穿了本来是绝缘体的空气，形成一条等离子通路。这条通路里面电流很大，温度很高，可以用来加热流过的气体。这样的设计称为 arc jet， 电流通过的是等离子体，不受材料耐热约束，可以达到高得多的温度。但气体通过等离子的时间很短，热交换效率低，推力仍然很小。除了用电来加热，还可以利用电产生的电场和磁场提供推力。一种利用电场来制造推力的设备称为飘升机，结构非常简单，只由一对电极组成，一个尖或者细，一个平或者宽。电极通上高压电后，尖细的一极就会把周围的空气电离成离子，并在静电力的作用下移动到另一极，产生推力。这也被称为离子风。2018年 MIT 的 EAD Airframe 飘升机成为第一个没有运动部件也能自主飞行的飞行器。这种引擎推力小得不得了，也就能吹动一张纸。如果想要有更高的推力，就得结合几种方法了。既然等离子的性质像导体板的气体，那就可以通过电场和磁场来控制它的流动，比气体更适合作为公制。但是等离子没有办法配合涡轮使用，涡轮里的金属会把等离子还原成气体，或者被等离子的高温融化。目前的设计都是通过一个电机驱动压缩机往引擎推入高压的空气，这方面看来更像现代版本的 Motor Jet。MPD 磁等离子引擎就是用了等离子作为公制，和 Arc Jet 一样， MPD 也是通过高压电击穿气体产生等离子，但需要产生的等离子多得多。这些等离子导通了两极，让电流可以通过。这个电流的磁场在高压电场中受到洛伦兹力，把等离子往后喷。在低功率版本里，可以在喷嘴周围加上电磁铁，提供额外的磁场用于推进。一篇比较新的论文实现了第一个吸气式脉冲 MPD， 单位面积推力大于喷气引擎。这是我做的一个极小功率的吸气式 MPD， 用高频高压电电离空气，电磁铁推动等离子。可以看到打开电磁铁后，喷嘴内的亮度降低了，表示有等离子被喷出。更高功率的版本正在制作中。这几种设计的推力都比较小，更适合于大气层外的空间推进。后面的航天引擎系列还会详细解析。另一个很新的设计来自于武汉大学，它也是用到了等离子作为公制。这个方案用微波来电离和加热高压空气，可以得到1000度以上的等离子流，单位面积的推力也不亚于喷气引擎，比前面的几种方案更适合大气层内的推进。当然，纯电的引擎共同的缺点也很明显，最显著的就是能量密度。现在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大概是250到300瓦时每千克，而航空燃油的能量密度高达12500瓦时每千克。目前的估计是，电池至少要达到500瓦时每千克才能用于小航班，2000瓦时每千克才能用于 A320 那个大小的航班。要赶上这样的能量密度，电池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展。接着是重量的变化，烧燃料的话，随着飞行，燃料烧掉了，飞行器的重量会越来越轻，越来越省油，而电池重量不会因为用掉了而减少。第三是能量来源，烧燃料的时候，放出的热量来自于燃料和空气中的氧气。如果用电池，并没有氧气参与反应，完全只靠电池提供能量，使得能量密度的问题雪上加霜。前面提到的几种设计只是改了燃烧室，有的也可以有涡喷、涡扇、涡桨等配置，有的可以作为冲压引擎，都有机会到达较高的飞行高度和速度，却没有烧燃料带来的污染。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讨论了如何在不烧燃料的情况下构造喷气引擎，有些设计可能可以成为未来的主流。到本期为止，航空引擎的几种设计和其中的部件都已经经过了一遍梳理和解构，希望能让大家更加了解航空引擎。但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突破适用范围的奇葩出现。下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让我们轻松一下，来看看这些与众不同的飞行器和它们的引擎。欢迎继续收看，再见。